今天教学一个常见又实用的显示器 LCD1602，你应该常在电子产品、家电控制面板看过它的身影。那 LCD1602到底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型液晶萤幕显示模组。LCD1602这个名字超级直白，16代表每一行可以显示16个字元，02代表总共有2行，总共可以输出32个文字。这样的显示格式非常适合拿来做资料显示、指示提示或状态监控。不过 LCD1602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它的角位太多了，竟然有16个角位。如果你直接把它接到 ESP32上，会占掉超过一半的 GPIO 角位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会搭配使用 Ice-Core C 模组，也就是背面这一颗 PCF8574 晶片模组。它可以帮助我们把16个角位缩减成4个角位。这颗晶片使用的是 Ice-Core C 通讯协定，简化接线又能节省资源。今天的实验是要使用 ESP32S 来控制 LCD。先来看看硬体接线的部分。LCD 的 SDA 接角接到 ESP32S 的 GPIO13，SCL 接角接到 GPIO14。因为担心亮度不够，我们会把电源接上5伏特，最后再接一条 ground 接地。接好以后，我们准备开始写程式啦。在软体阶段，我们使用 MicroPython， 开发环境学成 Phony IDE。LCD1602有很多现成的驱动程式可以使用，我们可以从网络上下载或使用我们提供的档案，我会放在底下的留言区，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取哦。总共会有2个档案。LCD API 跟 Ice-Core C LCD。LCD API 是 PCF8574 晶片的指令合集档案 ，Ice-Core C LCD 是透过 Ice-Core C 去发送相对指令给 LCD 的程式档案。现在我们要把这2个档案加入到 ESP32中，在 Phony 视窗的左下角 MicroPython 设备中点选右键建立新档，档案名称为 LCD API， 把 LCD API 的程式复制过来。按下储存，再点选右键建立新档，档案名称为 Ice-Core C LCD， 再把 Ice-Core C LCD 的程式复制过来，按下储存，这样 LCD 跟 Ice-Core C 的档案就建立好了。如果想要详细了解 Ice-Core C 通讯协定的小伙伴，可以看我们之前的 Ice-Core C 影片哦。本实验我们使用软体 Ice-Core C 模拟通讯，虽然硬体 Ice-Core C 效率比较高，但软体 Ice-Core C 的写法更简单，也更适合初学者，并且软体 Ice-Core C 比较有弹性，不用使用固定角位。接着我们要开始撰写程式码了。首先我们要从我们讯模组中汇入 Pin Soft Ice-Core C。Pin 是用来控制 ESP32 的角位 GPIO。Soft Ice-Core C 是建立软体模拟的 Ice-Core C 通讯，可以自由选择 GPIO 角位。接着从 Ice-Core C LCD 模组中汇入 Ice-Core C LCD 类别，用来操作 LCD1602 萤幕的指令。使用 GPIO13 和 GPIO14 来模拟 Ice-Core C 通讯。SDA 资料线接到 GPIO13，SCL 时脉线接到 GPIO14。设定通讯频率为 100K 赫兹，是常见的标准 Ice-Core C 频率。接着扫描总线上所有的 Ice-Core C 装置，并回传找到的装置地址清单。我们这次使用的 Ice-Core C 装置只有1台，所以取出第一个地址就好。建立一个 Ice-Core C LCD 物件来控制 LCD 萤幕，使用刚刚建立的 Ice-Core C 通讯物件，输入 LCD 的主要讯息，包括从经位置、LCD 尺寸大小。使用 Pruster 显示 Hello World， 字符从目前游标位置开始显示。这样程式就打完了。储存后开始执行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已经成功把字串 Hello World 显示在 LCD 萤幕上了。如果没有显示，可能是因为对比度的关系，你可以旋转后面的可变电阻来调整对比度。注意不要暴力硬转，可能会让它坏掉哦。那如果你想显示2行文字或自定位置呢？你可以使用这个程式 Move To， 设定游标位置 ，Col 是蓝，范围是0到15 ，Row 是行，范围是0或1。我们示范输入2行文字。首先输入 Ice-Core C LCD Move To 来设定起始坐标位置，然后输入你的文字。接着一样的动作，
只是若要设定为第二行。文字输入完后，储存档案，按下执行。你可以看到 LCD 已经可以显示2行文字了，要记得去计算文字的数量，以免超标哦。接着，我们要在 LCD 上显示变数。我想要 LCD 显示从1数到100，所以我写了一个 for 回圈，用一个变数来储存数字，接着将这个数字显示出来。要记住，要记得将变数转成字串形态，才能正常显示哦。最后加上延迟模组跟萤幕清除的指令。储存后按下执行，你可以看到 LCD 有正确的显示数字，代表我们实验成功了。今天的教学到这里结束。如果这个影片对小伙伴们有帮助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感谢各位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